如果你家里有一个正在经历肠绞痛的宝宝，那么这支影片就是你接下来急救的终极教战守则。我知道你可能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了，宝宝的哭声像永不停止的警报，你试了所有方法，摇晃、唱歌、喂奶，但似乎都没有用。你感到无助、挫败，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糟糕的父母。请听我说，你不是，你只是需要一份正确的地图，来带你和宝宝一起走出这段充满挑战，但绝对是暂时的时光。嗨，我是 Celia， 我不是育儿专家，但我跟你一样，是一个为了孩子愿意啃下所有育儿文献的妈妈。我的任务就是把那些复杂的科学知识翻译成我们普通爸妈能懂、能立刻上手的方法。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拆解婴儿肠绞痛这个大魔王。看完这支影片，你将得到一个完整的安抚工具箱，甚至可能换来一个久违的好觉。但在我们拿出所有法宝之前，我们必须先做一件事，重新认识到底什么是肠绞痛。很多人听到肠绞痛3个字，脑中浮现的都是宝宝肚子痛得在地上打滚的画面。但这里有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反直觉知识点，肠绞痛它其实不是一种病，也不是一个医学诊断。它更像是一个标签，一个用来描述那些健康的、营养充足的宝宝，却原因不明的过度哭闹的行为模式的术语。你可能会问，健康的宝宝为什么会这样哭？什么又叫做过度？这就带我们来到了安抚宝宝的第一步，也是打好所有科学育儿基础的一步，搞清楚定义，建立正确的预期。在国际上，儿科医生们有一个公认的判断标准，叫做333法则。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初步的诊断清单，来看看你家宝宝是否符合。第一个3是每天哭闹超过3小时，第二个3是每周有超过3天出现这种情况，第三个3是这种情况持续了3周以上。如果你的宝宝同时满足这3个3，那么恭喜你，也不恭喜你，你很有可能正在与一位肠绞痛宝宝共同奋战。但这里我要给你一个最坚定的拥抱和一个最重要的希望，这一切真的会过去。肠绞痛是一个完全正常的暂时的发展阶段。它通常从宝宝2周大左右开始，在6到8周的时候达到哭闹的巅峰，然后就像奇迹一样，在宝宝3到4个月大的时候，大部分都会自行改善消失。所以，请在心里默念一遍：这是正常的，这会过去的，你和宝宝都没有问题。然而，在我们采取任何安抚措施之前，有一件你不需立刻马上去做的事，这不是一个选项，这是一条铁律，请务必先咨询你的儿科医生、家庭医生或哺乳顾问。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100%地排除掉所有潜在的医疗原因。有些哭闹可能不是肠绞痛，而是宝宝身体不适发出的警报信号，比如牛奶蛋白过敏、喂食靠逆流、喂养困难，甚至是感染。所以，如果你发现宝宝的哭闹伴随着发烧、不寻常的呕吐、体重增长停滞甚至下降，或者大便里有血丝等等，请立刻放下手机，马上寻求专业医疗协助。好，当你已经和医生确认宝宝身体健康，我们就可以正式打开我们的安抚工具箱了。所有安抚策略的核心都源于一个非常温柔的理念：模拟子宫环境。宝宝在妈妈肚子里待了9个多月，那里温柔紧凑，有持续的背景音，那是他最熟悉、最敢安心的地方。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地重现那种感觉。第一个基础安抚技巧就是包巾 swaddling。新生儿有一种叫做惊吓反射的本能感应，他们的手臂会突然不受控制地挥舞，这常常会吓到他们自己，然后引发一场惊天动地的哭闹。而一条柔软的包巾能温柔地包裹住宝宝的四肢，给他一种被紧紧拥抱的安全感，重现子宫里的紧凑空间。这不是什么民间偏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早在2007年，就有一项研究发现，跟没有使用包巾的宝宝相比，被包裹起来的宝宝哭闹的时间显著减少，而且睡眠时间也更长。所以，去学会如何正确、安全地使用包巾，这将是你安抚工具箱里的第一件神器。第二个基础安抚技巧，甚至比包巾更强大，也更简单，那就是肌肤接触 （skin to skin）。把宝宝的衣服脱掉，只留下一片尿布，然后把它轻轻地放在你裸露的胸口，再盖上一张毯子保暖。这不是什么民间偏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早在2007年，就有一项研究发现，跟没有使用包巾的宝宝相比，被包裹起来的宝宝哭闹的时间显著减少，而且睡眠时间也更长。所以，去学会如何正确、安全地使用包巾，这将是你安抚工具箱里的第一件神器。第二个基础安抚技巧，甚至比包巾更强大，也更简单，那就是肌肤接触 （skin to skin）。把宝宝的衣服脱掉，只留下一片尿布，然后把它轻轻地放在你裸露的胸口，再盖上一张毯子保暖。就这么简单。当宝宝的肌肤贴着你的肌肤时，奇妙的化学反应就开始了。你的体温会像恒温空调一样，自动为它调节到最舒适的温度。你平稳的心跳声是它最熟悉的摇篮曲，你的气味是它与生俱来的镇静剂。科学告诉我们，肌肤接触能够促进你和宝宝体内释放催产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爱的荷尔蒙，同时降低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水平。这对宝宝是安抚，对你也是疗愈。在那些宝宝哭到让你快要崩溃的时刻，试着放下一切，就这样抱着他，感受彼此的体温和心跳。你会发现，平静下来的不只是宝宝，还有你自己。好了，我们现在掌握了模拟子宫最重要的2个物理技巧：包裹感和温暖的肌肤接触。但是，除了身体上的安抚，我们还能从宝宝的听觉和口腔需求上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呢？在我们深入探讨听觉和口腔安抚技巧之前，我想听听你的经验。你试过最有效的安抚方法是什么？是在阳台吹风，还是听特定的歌曲？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你的方法可能会意外地拯救另一位睡眠不足的爸妈。好，留言分享完了吗？在我们打开那个装满了各种安抚妙招的百宝箱之前，我必须先插播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警告，这关系到你宝宝最根本的身体安全。我想谈谈婴儿整脊疗法。我知道，当你极度渴望解决方案时，可能会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文章或影片，宣称透过整脊手法可以治疗婴儿肠绞痛。在某些地区，这甚至是一种流行的做法。但是，作为一个把宝宝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妈妈，我的立场非常明确，我不推荐，甚至可以说是反对用这种方法来对待肠绞痛的婴儿。许多权威的儿科专业机构也对此持保留甚至反对的态度，原因有3点，请你一定要记在心里。第一点，它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目前支持婴儿整脊有效的，都来自于个人案例分享或小规模、缺乏严谨对照组的研究。我们没有大规模、高品质的科学研究来证明它真的有效，以及它是绝对安全的。把我们的宝宝交给一个证据不足的疗法，这本身就是一场赌博。好了，我们现在掌握了模拟子宫最重要的2个物理技巧：包裹感和温暖的肌肤接触。但是，除了身体上的安抚，我们还能从宝宝的听觉和口腔需求上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呢？在我们深入探讨听觉和口腔安抚技巧之前，我想听听你的经验。你试过最有效的安抚方法是什么？是在阳台吹风，还是听特定的歌曲？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你的方法可能会意外地拯救另一位睡眠不足的爸妈。好，留言分享完了吗？在我们打开那个装满了各种安抚妙招的百宝箱之前，我必须先插播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警告，这关系到你宝宝最根本的身体安全。我想谈谈婴儿整脊疗法。
我知道，当你极度渴望解决方案时，可能会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文章或影片，宣称透过整脊手法可以治疗婴儿肠绞痛。在某些地区，这甚至是一种流行的做法。但是，作为一个把宝宝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妈妈，我的立场非常明确，我不推荐，甚至可以说是反对用这种方法来对待肠绞痛的婴儿。许多权威的儿科专业机构也对此持保留甚至反对的态度。原因有3点，请你一定要记在心里。第一点，它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目前支持婴儿整脊有效的绝大多数都来自于个人案例分享或小规模的研究，我们没有大规模高品质的科学研究来证明它真的有效，以及它是绝对安全的。把我们的宝宝交给一个证据不足的疗法，这本身就是一场赌博。第二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潜在的伤害风险。请你想象一下，一个新生儿的身体是多么的柔软和脆弱，他们的骨骼、关节、韧带和神经系统都还在飞速发育中。毫不夸张地说，宝宝的骨骼就像还没完全凝固的果冻。任何不恰当的、过度的外力都可能对这个精密的、正在成长的身体造成我们无法预测，甚至是永久性的伤害。从肌肉拉伤、关节脱臼到更严重的骨折，这些风险是真实存在的。第3点，从业人员缺乏针对性的专业培训。即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成人整脊师，也未必具备安全操作婴儿的专业知识。婴儿不是缩小版的成人，他们生理结构的独特性要求操作者必须经过极其严格和专门的儿科培训。但在很多地方，这个领域的监管是模糊的，你很难确定为你宝宝操作的那双手是否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总结一下，基于缺乏科学实证、潜在的严重伤害风险和从业者培训不足这3大理由，请务必避开婴儿整脊这的选项。我们的安抚工具箱里有大把更安全、更有效的方法。好了，安全警报解除，现在让我们正式打开这个安抚百宝箱，看看里面有哪些立刻就能派上用场的分心大法。当宝宝哭闹不休时，你可以像玩抽奖一样，一个一个的尝试，总有一款适合他。首先是听觉安抚，播放白噪音。子宫里其实不是安静的，而是充满了妈妈心跳、血液流动、肠道蠕动的声音，大概有70到90分贝，像吸尘器一样吵。白噪音，比如持续的嘘声、吹风机的声音，或者专门的白噪音 APP， 就能很好的模拟这种背景音，帮助宝宝隔绝外在的杂音干扰，让他平静下来。你可以对着他的耳朵持续的发出嘘的声音，声音要大到能盖过他的哭声，你会惊讶于它的效果。接下来是口腔安抚，满足宝宝的吸吮需求。吸吮是宝宝语声治疗的最强大的自我安抚机制。在宝宝哭闹时，你可以提供一个安抚奶嘴，或者你洗干净的小拇指，指甲朝下，让他吸吮指腹。如果你是母乳喂养，也可以进行更频繁的亲喂。这可能会导致一种叫做急从喂食的现象，就是宝宝在傍晚时分会1-2个小时不间断的讨奶喝。别担心，这也是完全正常的。他可能不是饿，而是在寻求吸吮带来的安慰。然后就是一长串的分心大法清单，你可以轮流试用，唱歌，抱着宝宝跟着音乐轻轻地跳舞，给宝宝洗一个温水澡。流动的水声和温暖的水温对很多宝宝来说是终极的放松剂。进行温柔的婴儿按摩，用婴儿油或乳液顺时针轻轻按摩他的小肚子，或者抚摸他的背和四肢。开车兜风，很多宝宝会在汽车的轻微震动和持续的引擎声中迅速入睡。用婴儿车带他出门散步，变换的风景和户外的新鲜空气是极佳的注意力转移工具。最后，使用婴儿摇椅或秋千，有节奏的轻微的摇晃，同样是在模拟妈妈走路时的动感，是写在宝宝基因里的安抚密码。好了，我们刚刚介绍了从包巾、肌肤接触到白噪音、吸吮，再到一大堆分心大法。
当你回头看所有这些技巧，你会发现它们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核心，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为宝宝重现子宫里那种极致的被包裹的温暖的有节奏的安全感。而说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揭晓那个终极的最有效的安抚策略了。你可能以为会是什么高科技的产品或者复杂的手法，但其实最有效的方法简单到你可能从未意识到它的强大，那就是抱着你的宝宝。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因为抱着宝宝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集大成的完美的子宫模拟器，它完美的结合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乎所有元素。你的怀抱提供了包裹感，你的心跳声是最好的白噪音，宝宝的手可以靠近自己的嘴巴，满足了吸吮的需求。当你抱着它轻轻走动时，又提供了移动感。所以在你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时候，请记住这个终极答案，回到最原始的本能，抱起你的宝宝。当然，怎么抱也是有技巧，有4种非常特殊的抱法，经过无数爸妈的验证，对于安抚肠绞痛的宝宝有奇效。下一支影片我会亲手示范这4种神奇的抱法，一步一步教你，让你一看就会。所以，如果你觉得今天分享的资讯对你有用，而且你绝对不想错过下一支关于神奇抱法的实操影片，现在就按下订阅，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这个救命指南的下一集。最后，也请帮我点个赞，让演算法把这支影片带给更多跟你我一样，可能正在深夜里抱着哭泣的宝宝。感到无助和焦虑的爸妈们，你的一个赞，可能就是他们今晚的希望。我们下支影片见。